特朗普警告普京玩火，乌克兰和平谈判陷入僵局，制裁选项浮出水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再次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达了强烈不满，直言其正在玩火，而持续多时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却陷入停滞。这一表态不仅引发了对美俄关系走向的深思，更让外界关注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的对俄政策，其中制裁的可能性正日益升高。特朗普在周二的社交媒体发文中语气强硬，写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俄罗斯早就遭遇非常糟糕的事情了。我指的是非常糟糕，他在玩火。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补充道，特朗普总统已明确表示，他希望看到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同时，特朗普总统也十分聪明地把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这暗示着，尽管寻求和平，但对俄施压的手段也并非遥不可及。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周日指责普京杀了很多人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周末已表示正考虑对莫斯科实施制裁，最快可能在本周出台。他杀了很多人。特朗普周日谈及普京时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系列事件的时间点巧合，引发了人们对于俄罗斯袭击是否是对特朗普言论的回应的猜测。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发射了350多架爆炸无人机和至少9枚巡航导弹，称其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则将此举描述为对乌克兰在其境内轰炸的报复，并称特朗普的批评只是情绪化反应。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承诺凭借他与普京的关系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然而随着谈判陷入僵局，他的沮丧感似乎与日俱增。他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向普京喊话，例如1个月前基辅遭袭期间，他恳求道：弗拉基米尔，平手每周有5000名士兵阵亡，让我们把和平协议搞定。这段话不仅展现了特朗普对战争代价的担忧，也透露出他对普京未能兑现私人情谊、结束冲突的失望。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扎克·格拉斯利周二在 X 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真心相信与普京的友谊能结束战争。然而他也补充说，现在是实施足够强硬制裁，让俄罗斯领导人明白游戏结束的时候了。这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俄罗斯政策的普遍共识，即在外交途径受阻的情况下，经济制裁仍是重要的施压工具。知情人士透露，如果最后一轮努力仍无法促成协议，特朗普也在考虑彻底放弃和平谈判，目前尚不清楚。一旦美国退出这一进程，特朗普是否仍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无疑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直接影响乌克兰未来的命运。官员们分析，特朗普的判断受到3大因素影响。首先，他不喜欢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认为泽连斯基通过推动制裁激化了冲突。周日，特朗普在抨击普京的同时，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泽连斯基，称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话这种方式对国家毫无裨益。在我看来，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这种看法可能源于他对交易和影响力的固有认知。他或许认为泽连斯基未能充分利用谈判而非制裁来解决问题。其次，特朗普认为对俄追加制裁不会削弱其战争能力，反而会阻碍美俄经济关系的重建。这一观点体现了特朗普一贯的商业思维，他倾向于通过经济合作而非对抗来解决国际问题。然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在俄罗斯持续军事行动的背景下，这种观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后，特朗普自认为了解普京，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会出于私人情谊结束战争。然而，上周的通话中，普京拒绝签署停火协议，这让特朗普对其看法愈发消极。这种个人情谊的信任在国际政治中往往是脆弱的，特别是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冲突中。
普京拒绝停火，无疑是对特朗普个人外交理念的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国会层面也在积极推动对俄制裁。参议员格雷厄姆今年4月提出一项对莫斯科实施严厉新制裁的法案，目前已有80多位参议员联署，众议院也有对应立法。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由格雷厄姆与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萨尔共同提出，若俄政府拒绝谈判，违反和平协议或未来再次入侵乌克兰，该法案将对俄罗斯及支持俄侵略的国家实施主要和次级制裁。法案还将对任何购买俄国石油、天然气、油及其他产品的国家所进口货物征收500%关税。这份法案的细节显示出美国国会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以及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其就范的决心。500%的关税条款尤其引人注目，若得以实施，将对全球能源和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这表明，即便特朗普对制裁持保留态度，国会也可能独立推进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这无疑将进一步压缩美俄关系的腾挪空间。总而言之，特朗普对普京的警告，以及美国国内对俄罗斯政策的讨论，预示着乌克兰危机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平谈判的停滞、潜在的制裁、威胁以及美俄领导人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将持续牵动国际社会的神经。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